哎，那个是厕所吗？有4个少女坐在那边的后方，看起来有点像厕所的东西，是不是厕所啊？频道节目的那个饼子都被拉下去了，一直在那喊着厕所、厕所、厕所 ，toilet。我们好像很常的找厕所，可没办法，这我生理需求。去那个莱恩的时候，我今天是太想上厕所，所以才下车的。然后因为下了火车之后，发现，哎呦，这个地方也太漂亮了吧！有听过没有厕所的公园吗？这像话吗？像话吗？哎，这公园蛮大的，托洛尼亚公园是吧？还是托洛尼亚。我在澳洲的时候啊，我在旅行，我最喜欢去公园的，因为公园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众生平等的地方，就是你不管什么身份，你都可以来，不用说什么要付钱啊，还是说有些管制啊什么的，也不是说你可以在那边为所欲为，但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 free 的地方，所以我蛮喜欢公园的。Can we find the toilet？ 我们任务真的很奇怪哦，因为我在澳洲的时候我就穷游啊，那时候真是开启 Survivor 模式，就超省钱的。哦，他要把它踢回去吗？哎呀，厉害！我已经想好了，假如真的快不行的话呢，后面有个餐馆，我就去那边跟他买个东西吃，然后就上厕所吧。只能这样了。如果没找到的话，这真的很漂亮，说实在的，但是一股尿意在纠缠着我，就像一个鬼魂一样，在我背后纠缠不清。应该说在我下体那边纠缠。哎，它这个树真的超高，这不知道什么树，我在罗马这边很常看到，哎，超棒的。到了我们想看的建筑，在这边，它长得很特别，对不对？超奇妙的，又像城堡，又像，好酷哦！这个建筑物，我觉得是个混搭风，但它怎么关起来了？不给人进去吗？它这里长得很像 toilet 的样子，哎，一个人想上厕所的时候，看什么东西都看起来很像上厕所的地方。这是带着什么心情在欣赏这个景色？哦，进来了，超美的。你觉得这里会有厕所吗？哎，这是很漂亮。它在关灯了，因为它这里营业到7点而已。现在时间6点33分，还有半小时。它也太早关灯了吧？啊，超酷的这个。哎，这很像童话世界。我们寻寻觅觅的厕所呢，始终没有看到，表示这里应该是没有厕所。好，我就是要来看这个建筑的而已啦。看完了，只是我没找到厕所。当然，这厕所不是目的地啦，却是我现在我的身体呼喊着“我要上厕所”，真讨厌。哎，那个是厕所吗？有4个少女坐在那边的后方，看起来有点像厕所的东西，是不是厕所啊？频道节目的那个饼子都被拉下去了，一直在那喊着厕所 toilet。我们好像很常的找厕所，可没办法，这我生理需求。我会避开年轻美丽的少女的，因为在罗马这边，年轻美丽的少女就代表了危险。看起来它不像厕所哟。好，它不是厕所，它可能就是一个遗址之类的。虽然它很像厕所，但它不是厕所。可恶哎！那这样我要去跟他们做瑜伽。做瑜伽转移注意力之后，我可能就不会想要上厕所了。我应该做这个动作了。Up,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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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. Don't think about you want to pee. You are not a creature of peeing.You will not pee. OK， 我好像感受到了，我好像不太想上厕所。对，没错，感受到了，我不想上厕所了，我已经不想上厕所了，完全不想上了。Up,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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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， 有用哎，真的有用哎。有时候人就是需要欺骗自己，就告诉大脑说，你并不想上厕所，只是个幻觉。It's an illusion。这是个欺骗。啊，你看，充满了爱 ，full of love。那个指标是不是写的厕所？还是在想上厕所？看起来好像这里真的没有厕所哎。
我还没吃东西，我本来是来这里吃东西，怎么是来这里找厕所的？怎么变这样子？没有这里没有跟你说厕所在哪，表示这里真的没有厕所。你觉得我们吃东西之后会不会就开始不想上厕所了？有没有可能？太甜蜜了吧？他们在吃东西喂来喂去的，我也可以喂我自己吃东西啊！来，我现在只想上厕所，我已经不想吃东西了。可恶，厕所在哪？糟糕，这么大一个公园没有半个厕所。我找到一个厕所 ，Toilet Finder 告诉我，你只要走18分钟就有厕所喽。但是呢，我如果走18分钟，为什么我不走24分钟直接回去上厕所？好了，我们回去了。好，回去了，回去上厕所啊！走了。这里的建筑啊，跟那个钟声这样，让我感觉很像在童话里面哦，好漂亮。那个钟声正好转移了我的注意力。它敲起来有点乱乱的，似乎抚平了我内心的纷乱，就是这么乱。噔噔噔噔噔，叮叮噔噔噔，叮叮噔噔噔。为什么我刚才不去餐厅买东西呢？我根本没那么想上厕所，好不好？跟阿姆斯特丹那次比起来，我简直就是小 case 啊！我想到那时候在莱恩啊，不是有一群荷兰的男生，他在那边跟我说 "Do you want a beer？" 我有听到那一句。隐约那时候我如果接下他的啤酒的话，我真的会喝完我就会唰流，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想上厕所，背着超重的行囊，然后超想上厕所，然后走了万里路。然后他如果再请我喝杯啤酒，真的会唰流。还好没人拿到他的啤酒。那个女生你看，她是不是边走路边讲电话？那跟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没什么两样啊，我只是对着你讲话。所以其实我觉得现代人越来越能够接受一个人走在路上，然后在那边自言自语了，对不对？甚至有些人他根本连拿都没拿，他们是可能是带 AirPod 还是什么，他就蓝牙在对话，所以就看到他那边边走路边讲话了，哈哈哈，就是神经病，没错，他根本没在跟谁讲话。只不过那边闻到一股尿味，不是我，应该是有人，我在想应该是有人也是跟我一样。忍受着这个身体的煎熬之后就受不了，他就直接release it。但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，我们不会这么做，我们忍耐力很强的。我忍到回去，区24分钟的路程算什么？我们在阿姆斯特丹那时候忍了几个小时了，背着包包重的要死，几个小时，8、9公斤的重量，走了万里路。从郊区到市区，莱恩那个 Highbury 真的救了我们。我太爱莱恩了。他们罗马真的是到处都有这个水呢，你看到好多个了。他们真的是有那个什么不知从何而来的山泉水，然后让他们一直永远的使用，好妙哦。我们台湾人主要会看到不是说全部啦，但至少我跟身边的朋友不喜欢水开着让它在那边流。觉得是一种浪费，节约用水。甚至在台湾啊，有时候你看人家在盖大楼，有没有？旁边他们不是会挖深吗？那有时候挖到那个地下水层还是什么之后，他们就把那些水给排出来。早期他们会直接让它放回牢，后来呢，我比较常观察到是他们会做一些利用，比如说把水蓄起来，让附近人可以去洗车啊，或者说做一些运用，或是绿美化拿来做灌溉之类的，就是有稍微动点脑子啊。台湾人也是一直在进步的。那个水这样一直流，就好想尿尿哦。为什么要为尿尿所苦呢？在台湾要上厕所真是一个超简单的事情，到处都可以上，而且很多店家都很乐意让你借厕所上，几乎啦，或是便利商店、麦当劳、加油站啊什么的，你都可以去上。但在我踩到什么，吓我一跳。但在欧洲国家呢，上厕所是一种奢侈的事情，就觉得说这种钱你也跟我收。就是我的生长环境塑造了我，当然是入境随俗啦 ，do as Romans do。有时候该付钱还是会付啦，但是像我今天是想要付钱，但是找不到厕所，那也是一种困扰。嘿，快速跳过去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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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他们的黄灯都超久的哦。上次我看到黄灯，然后我就不走了，然后结果后来发现超爆久。这是一个谜，现实稀薄如烟消散，追寻的道路间。
它黄灯我猜应该要超过10秒。刚才这样算了一下，算了10秒，它都还没变灯。常憋尿对身体不好哦，会尿道炎哦，或各种奇怪的疾病发生哦。憋屎憋尿都对身体不好的，各位千万不要学我这样做。能上则上，出门前记得上厕所，出门后呢，记得先确认厕所在哪里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这个看起来好欢乐的感觉哦 ，so happy。你不觉得他们这个绿化做的超酷的吗？从上面这样一路这样像瀑布一样滑下来，这个感觉是开花植物。它如果开满花的话，这边超美。它现在没有开满，它有一些零星的紫色的花。果然，意大利人、罗马人他们的美感，赞哦！看一下他们车多可爱，跟他合照一下。这么小台，超可爱的吧？4人座哦，超可爱的。罗马还真安全啊！你看我钱包。我假钱包里面的20-30块台币价值的，不知道是越南的钱还是菲律宾的钱。那还有2个信用卡都在，目前很安全哎，都没有被偷哎。我这个钱包都是放在这个包包里面，然后就扔在这边。可能是我住的这地方蛮安全的。我这边的室友是3个男生啦，所以大家都印度朋友超爱讲电话。他现在不在，然后其他2位室友也现在也不在。我只想说，目前为止很安全诶，出乎意料，以为这个危险地方发现蛮安全的，然后觉得最安全的地方差点被扒，恐怖。Good night。早安啊，各位战友们！现在时间早上8点出头，我们吃个早餐休息一下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早安啊，各位战友们！现在时间早上9点46分，我们要去一个神秘之地啊，想都不会想到了。猜猜看是什么地方？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个地方，在罗马，你能看到什么？竞技场、许愿池那些无微博，但是看得到金字塔吗？我们要去看金字塔。准备搭车，很荒谬，搭公车去看金字塔，这是我今天的计划。可以叫我公车达人，罗马公车达人。这里有个帅哥跌倒了，他被那个洗手台下面的水给绊倒了，摔了一个，好像很痛啊。你看这个水是不是有点危险啊？我后来有查资料，我知道这个水叫什么名字了，它叫大鼻子饮水台之类的。英文怎么念？我不知道英文什么 Nesoni 是市政府设计给人民随时取水用的啦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有典故的哦。上车了，太幸运了吧？有什么典故呢？待会再跟大家讲，还是现在讲？罗马自古以来就是水道之城。它其实是有很多水的一个城市哦。它从古罗马时期啊，就建有庞大的输水系统，所以供水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资源啦。所以人权啊 ，human right。其实它那个水一直这样放的话，其实是对它的卫生是有帮助的。因为水如果长时间的流动，就可以保持水质新鲜，然后避免细菌滋生。那些水的来源是从阿尔卑斯山跟亚平宁山脉，所以这些水都是很可以饮用的，它是来自山区的，就真的就像我那时候讲的，山泉水吗？对，就是山泉水。但是它水里面的矿物质还蛮高的，所以会水质比较硬一点，硬水。有些水道啊，它是从公元前19年就开始启用了，而且到现在还在供应水。像我们那时候去的那个许愿池啊，就是从那时候古老的水道的水资源到现在超强吧。不过现代的罗马人他们有把那些水资源跟现代的设备去做整合，确保那个水质是 OK 可以饮用的，有一些监测设备啦，所以我们在路边看到那些水确实可以喝，然后经过的时候小心滑倒。我刚才就看到那个先生跌倒，好可惜没拍起来，不然应该蛮精彩的。观众都喜欢看那些血流成河的画面，这种画面也不错吧？然后路边都有超多这种公车招揽。
向方向狂笑，穿过高耸的钢铁大桥，城市的语言与梦境，感受炙热无比街头，感受无尽飙风的梦，快车的速度与自由属于乐天人民的土。成功抵达了，现在时间10点22分，还蛮快的，车程大概34分钟了。这应该是直接过了吧？对啊，没有红绿灯哎。哈哈哈，看到了吗？尖尖的东西，尖尖的，尖尖碰碰。没骗你吧？在罗马看得到金字塔，超扯的。我们再过去一点。哇，金字塔，这角度好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很扯吧？而且它这个是古罗马时期就有的哦，它这个不是后来的人盖的哦。你看他们有办法盖出一个金字塔来，简直就是坐落在罗马的一片小小的埃及啊。cool。我们再去绕它一圈看一下。这边还有一个小城堡哎，你看，很漂亮哎。让我又想起乐高了。我以前小时候玩乐高都长这样。看到整片金字塔了。那时候是怎么搬这些东西的哈？而且它还砌得刚刚好哎，它有的不是方形的，它是有这种有角度的。上面它其实还有刻字，可是不太清楚了。现在勉强看得到啊。看到了金字塔，我们不用去埃及啦，在这里就可以了。看这些人走过去对他都没兴趣是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玩哎。可是角度不好。它这个其实是古罗马时期有一个政务官，他的陵墓，他被埋在这里。据说他说我死了之后要帮我盖一个金字塔，我要住在金字塔里面。说不定他相信埃及的永生嘞。但有一个说法是说，当时埃及的时尚流行就是要死了之后要进入金字塔。我怎么讲话有点吃螺丝的感觉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典故啦。所以说，他们说埃及的审美，没想到呢，也影响到了罗马人啊。他们有此一说。这个跟城堡一起多好看，对不对？然后，我看那个入口好像都没有开，因为据说进去它里面还有一些湿壁画可以看。再见金字塔，再见金字塔。拜，我们还要紧急前往下一个景点，它叫做什么卡拉什么的浴场，那边也是古罗马时期的一些遗迹啊，可以看一下。这边是鸽子的休息区是吧？所有鸽子都在那边休息耶，好酷哦！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被囚禁起来了。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一般观光客会来的地方，因为我刚才过去的时候嘛，我在那边哇，然后就也是很多人一直跟我一起看，但我没看到任何一个人拿手机出来拍照，没有人要拍为什么？也许他们不是观光客，也许他们住在这附近已经司空见惯了。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历史的话，也是有啦，只是我就大概看一下而已。里面还有各种故事，比如说他政务官他生前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为什么他死后会有这个执着，想要把自己盖个金字塔睡在里面呢？对，不知道。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大甩卖是不是？1欧元，也太便宜了吧！太便宜了吧！1欧元、2欧元，难怪大家都在这边选衣服。鞋子也是好便宜哦！可是好像都是女装。如果想要省钱的话，就穿一个女装好像也不错。开玩笑的啦，怎么可能啊？我们要赶路了。bra， 为什么都是男生在卖啊？一堆男生在卖女装跟卖 bra。对啊，挑的都是女生在挑。各位，如果你是女性，或者是你想要穿女装的男生的话，来这里买。好多哦！怎么样？没有一个人回来耶，我室友一个人都不在。那我们现在聊一下天好了，趁没人，只要有人回来我们就关掉吧。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心得感想，也算有点小抱怨了。这个当片尾彩蛋了，应该不会有人看，但是我自己做个记录。我觉得最累的就是移动啊，移动这是我压力最大、最累的时候。因为
因为我们大概平均3天就移动一次嘛，那所以我每3天就要一次超疲惫状态跟超压力超大状态。从哪里？从葡萄牙飞罗马是我最累的时候，超级累。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地铁的时候赶去搭飞机嘛，开始又跑错航厦，因为是第2航厦，在那边刷不过，然后后来又问人，他说你再去刷，你刷完又刷不过，然后我就再问另外一个人，他说你是要去哪里 ？I'm going to Rome。他说 It's not in here, you have to go outside to take the bus to Terminal 2。他说哦，原来是要去第2航厦，我们跑错地方。到第2航厦之后呢，又刷不进去，那票是怎样？那刷不进去之后，我就跟那个安全人员讲，他就说好，帮我查，护照给他，让他查资料，查完之后他就 OK， 就开门让我进去。整个压力爆棚我想说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票不过吗？票有问题吗？还是怎样？好，反正就进去。进去之后呢，因为还蛮早到，就在等那个 gate 出来。结果等到最后又误点了。他晚了大概20几分钟，半小时。也因此呢，他的那个 gate 出来的时间又更晚，所以在那边漫长等待，真的超累。因为你没办法完全放下心来，是因为你要随时去看资讯，说，那个 gate 出来了吗？等到终于出来了，我就看202。去202那边人超多，挤到前面去，因为时间太早没人排队，我想我们不要在这边再回去好了，否则如果说到时候又改 gate， 我这边没有资讯可以看，那我回去那边等，然后等，怎么那个 gate 又换了？它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它出来变成203，超扯了吧？我觉得我不可能看错，我真的很累，有可能看错，但我觉得我没有看错。这个202变成203了，反正很扯，我觉得压力爆棚。要是跑错怎么办？就 OK 203，就等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去排队，排队又2排，我要在那边猜说到底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，右边是什么 Group 1， 左边是 Group 2、3，我就看我的那个机票上面什么 Group 都没有写，我哪知道是 Group 1还是 Group 2、3？那我就用猜的，我每次都是半猜半推理。我就是想说 ，OK， 好，我来看一下大家，左边这些人全部都没有带行李，都是背包的；右边的是有拖行李的。那好，那我再猜，我应该就是右边，因为我有买行李，1000块钱。因为你有买行李的话，你就可以那个类似 speeding boarding， 可以快速上机，虽然没快多少了。然后我就排右边，后来就对了，没错，排对了啊。那这边等，反正这个我这样讲起来很简单，其实我那边花了一整天的时间。我们下午几点？下午5点多就弄好去搭地铁去机场嘛，对不对？我是搞到当天的10点多上飞机，10点多上飞机之后飞到那边，搭飞机也是很难，所以我旁边就坐一个身材比较大一点的女士，她也是个好人，但身材就稍微大了一点。到罗马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多吧，2、3点那边了，超累。没有办法休息，因为在飞机上那也根本没办法睡，就在那边寻觅居住的地方嘛，寻觅单身立命之处，然后找到一个地方可以睡，我就变成一个瞎子睡姿，从大概3点睡到5点出头，3点多睡到5点出头，睡不到2个小时，起来，我觉得 Oh my God， 快要死了。再想办法去找巴士，我又在那边解谜，说到底哪里可以搭巴士，找半天，后来好不容易还原本有看到有些人在排巴士票的，那就后来那个不是巴士票的，他们不知道在排什么东西，但旁边是卖巴士票的，有人不知道在排什么。我现在讲的是不是很乱？没关系啊，好，快讲完了。我是出去刚好有看到一个 Rome Terminal， 就上巴士，好不容易才到了罗马市区，去到这个住宿的地方的时候，他还跟我讲说，哦 ，it's too early， 就不让我 check in。当然，那不让我 check in， 我可以理解，但我就说，那我能不能在 common area 休息？就跟我讲，他就在那犹豫一下说，就是我接待我的早上的那个人态度真的很差，可是我后来遇到所有人态度都超好，都是很好人，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真的会影响你对这个国家的印象。目前为止对罗马没有什么坏的印象啦，只是刚来的时候已经超爆累，那个人就态度又很差，所以我就觉得第一印象没有到很好。但后来遇到的都是好人，大家都很好，后面的人就跟你打招呼啊，嘿，他说什么 ciao， 我也学到了 ciao， 妈妈咪呀，他们讲话都这样子好笑。我抱怨完了。只想分享一下，我真的很累，超累，那天真的快挂了，真的不行了。后面没有这种恐怖的行程了啦，后天跟大后天会稍微辛苦一点，因为我们要很多地方要跑，我们会从罗马先去佛罗伦斯，再从佛罗伦斯的时候就搭地铁要去比萨斜塔半日之后呢，回来那去看什么圣母百花大教堂，然后再回来住佛罗伦斯，再住佛罗伦斯一晚。隔天马不停蹄的，我们又要去威尼斯了，搭火车去威尼斯。威尼斯一样半日游，也会很辛苦，再搭火车去搭巴士，再从那个巴士
搭那个巴士去到斯洛维尼亚，很累吧？能相信我做这件事情吗？我在休息的时候，我都是在安排行程啊，我不是休息而已啊，我身体在休息，我大脑没有休息啊，一直在做事啊，手指没有休息，在那边查资料，然后说，我要怎么去，我要怎么弄，这票怎么买，有没有买错？这个英文拼错一个字就会出事哦。而且他们又很喜欢那种明明是同一个地方，但用不同名字的，很可恶哎，像什么 Cloford， 还有什么 Clovey， 什么，反正就是它有不同称呼，但是同一个地方，你不觉得很可怕吗？我已经够怕出错了，还老是搞这一套啊！可能因为是有英文跟他们当地的语言啦，像 Roma， 是罗马 ，ROME 也是罗马，很难吧？我那时候在看航班的时候就想说 ROMA， 我机票上写 ROME， 这是对的地方吗？是不是？懂我意思吧？很难啊！我只想说很难啊！我想告诉各位战友们，这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我能够完成的话，我真的是觉得我完成一件伟大的、了不起的事啊！对我自己而言，还有对我童年的自己，你做了了不起的事情啊！这很难啊！等我回台湾之后，我就可以说我办到了。虽然我们的德国朋友 Nana 跟我讲说 "You already did it"， 他超鼓舞人心的。但我想要在回台湾的时候才正式宣布我们完成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已经过一半了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。加油！希望一切都会好的。我本来是想要去许愿池许愿的，希望旅行顺利，希望身体健康。那太远了，我想说用钱丢过去，因为排下去太愚蠢了，那花很多时间。第3个愿望是什么？第3个愿望很恐怖哦，你丢出去你就要结婚喽。我想要演一下的，没有给我机会。跟谁结婚哦？孤家寡人的。好啦，我们今天也是早点休息，好不好？明天一样再给我一个轻松日，再让我休息一天，后天会很忙。好，我们这样林林总总的洋洋洒洒讲一大堆了，但讲多，我讲了9分钟啊，我好强啊！各位祝福我吧，我也祝福我。Good night。